但回过头来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现在呢，在这一次的这个花莲地震之后，说对岸呢有很多个地方都有所谓同步狂摇的震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大家都在讨论这一次的地震所造成的一些灾情以及后续的报道，甚至他们的国家预警信息呢也发出了红色海啸1级警报，还特别有担心大家或提醒大家可能会再造成灾害性的影响。那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冲绳了。好，冲绳这边的第一时间，他们也发出了海啸警报，甚至自卫队的战机也升空，还有民众呢直接去避难了。那现在大家讲到了冲绳，基本上呢这边的居民很多时候跟台湾会有很多共同的连结同感。好，比如说先前当日本这边讲述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就会提醒冲绳这边，要小心，要小心。好，现在呢他们说美军的 B-52H 的战略轰炸机也要开始来参加韩美日的联合空中演习。那这个 B-52H 呢，因为它可以携带的是核导弹，还有31吨的炸弹，所以呢大家都会认为说这个过来它是一个有非常大的象征性意义。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在美日澳菲，我们刚刚讲到会举行联合反潜演习的时候呢，特别的提到是日本现在对于他们的军事上面很多动作都蛮频繁的，包括他们也开始在研究自己的 T4 教练机的后继机，甚至呢还要跟美国这边签下联署。那过往呢也听到了他们跟英国跟意大利这边要一起合作制作战机等等等，这一些部分大家都在讨论。日本现在真的对于军事上面的发展是跃跃欲试。至于在南海这一边，日本也来了，澳洲也来了，这些跟南海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直接关系的都来了，但在这边真正的相关企业，那么这相关户，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譬如印尼了。印尼现在新选出一个总统，叫做普拉博沃。好，他当选之后呢，他有见到李强，讲到说首访中国就显现了双方之间确实希望能够保持过往的友好经历。那特别的是呢，他在4月1号见习近平的时候谈到了中国印尼是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些话语。不过同一时间呢，他也即将访日，跟岸田这边来会谈确认合作。大家就开始在问了，印尼基本上现在还是希望能够左右逢源，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就是希望呢，在南海的事情南海自己解决，但是呢，在跟各国交往的时候，其实都能够保持弹性，大家都能是朋友，不是吗？目前调查显示了，说其实中国是超越美国成为东南亚的首选超级大国，这是来自新加坡的智库的一个调查，说有过半的人呢是选择了中国，跟去年相比呢是增加了11%点多。那确实是在贸易上面，近几年你可以看到中方跟东南亚这边的国家，它的密度是在增加的，它的强度也是慢慢的在提升。就要想要请教亮哥了，在这个时间，我们就必须要来看看美中之间在地区上面的较量。但是呢，今天发生的这个地震，其实大陆这边确实他们的热搜上面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对啦，因为台湾他们事实上很多人都可以翻墙看到台湾的新闻啦，这也不稀奇。而且大陆的媒体也做了大幅的报道啊，所以而且大陆自己也被联动嘛，他自己也有地震啊。有震感，所以这个当然是一定是头条啦，这也可以理解啦啊。我倒是觉得，事实上你从那个拜登跟习近平那个通电话你就可以发现双方都非常强硬啊，都很坚定啊，事实上是没有交集的啦啊。那这个当然也因为我们几乎可以说4月大概叫做菲律宾月了，对啊，这个菲律宾先跟着日本。因为岸田文雄4月11号要在美国国会演讲，然后接下来4月第3个礼拜，菲律宾要跟美国做最大规模的军演，肩并肩军演啊。那个美国是要来12000人呢，菲律宾是5400多人啊。然后接下来 AUKUS 要扩充成员，他要把日本拉进来，对，当做技术伙伴是啊。那日本应该会参加，那菲律宾也想参加了啊，那我不知道 AUKUS 怎么思考啊。可是不管怎样，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跟美国在整个东南亚或者是南太平洋的较劲啊，就是军事对经济的较劲啊，对，啊，所以美国攻方它是攻军事，那中国攻方是攻经济啊。
那当然你攻我军事，我当然也有防御的部分啦。可是你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在发生作用嘛？哦，比如说跟美国走最近的东南亚国家就是菲律宾。那请问还有其他国家吗？没有看到啊。东南亚国家站出来跟美国在一起的，就只有菲律宾啊。你去看看那个越南啊、印尼啦，这些国家其实不一定是亲中的国家啊。那人家现在也觉得左右逢源嘛，以经济发展为主嘛，搞那么多军演干嘛？军演要花钱呐，买那么多军购干嘛？先把经济弄好嘛，而且今年跟明年的经济并不看好啊。是啊，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在东南亚它的声望是在上升？你美国搞了半天，你声望没有上升啊。比如说这个事实上，新加坡这个 Use of Isaac 这是很有名的智库了啊。那这个是第一次啦，就是选择中国，就是说要逼你选边呐。那选择中国是这个第一次超过美国嘛，50.5比49.5，这个真的是第一次啊。那比较重要的那些国家啦，当然有一些比例很高的啦。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广义就是 RCEP 还有一带一路发生的作用。那这个不就是中国在做的事吗？那你美国一天到晚都在搞，要不要加入反中阵营啊？要不要多买一点武器啦？要不要来参加军演啊？这个根本就是如过眼云烟呐，因为那些国家怎么可能有能力跟中国作战呢？而且中国也没有想要打他们啊，就你美国在想而已啊，所以那些国家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在跟我讲一些你关心的事情，而不是我关心的事情啊？我觉得类似的状况现在比较明显站出来挺美国的亚洲国家真的就是只有日本跟菲律宾那当然还有一个很希望能够加入那个阵营，可是美国没有邀请你的就是台湾就这样事实上连澳大利亚都有点尴尬因为澳大利亚你也知道嘛，他最近正在跟大陆交好之中那有很多必须表态的东西他就闪过去那也不用讲纽西兰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亚洲的一个大的态势啦。那如果民进党政府都只看到美国这一块那恐怕你是会错估了整个亚太发展的形势啦。没有人对军事那么有兴趣啦，就只有美国啦，因为美国现在就是他大概就是觉得他唯一的筹码只剩下军事不然你在亚洲，请问你有什么经济牌可以打？你除了这个围堵那个半导体、围堵人工智能这一块之外，可是很多人也不一定信你人家就觉得我有生意为什么不能做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继续再搞下去啦，围堵别人的经济啦，搞军演啦，卖武器啦，这些会在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越来越失去整个市场会越来越不受欢迎经济对上军事，哪一个市场比较大？其实呢，刚刚亮哥讲完之后，你有没有发现，从东海这边一路第一岛链画到大洋洲，基本上呢，真的就是两边的对垒。请教一下赖老师了，原因是因为这一次大家看到了 B-52H 的战略轰炸机来参加这个韩美日的联合军演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在讲了，是不是呢？在整个第一岛链上面，基本上美军这边也是一直把力度再压大一些。美国要做这个动作，它主要的是要强化大卫营的美日韩的军事同盟关系因为这是拜登他任内的时候建立起来的，所以韩国的总统尹锡悦他觉得真的是祖上冒烟了那么他能够去大卫营去美国的总统的度假的一个地方，也能够到这个白宫去唱 American Pie 这个他简直是觉得是喜出望外那美国就是用这样的一种组织的方式，也就是大卫营联盟，把这个日本跟韩国把它拉在一起了。拉在一起，目前来讲就强化军事上的威慑打击力，然后就是准备要对准是朝鲜也就是北韩。那当然，这次拜登跟习近平有谈到北韩的问题，那他希望中国大陆能不能帮个忙那么介入这件事，因为他知道真正对于北韩有最大影响力的还是中国大陆。可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俄国在强化
对北韩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于军事科技这个部分，战略导弹啊，甚至核弹啊，甚至载具发射器，包括潜射，这个俄罗斯提供给北韩的啊，就是朝鲜的这些技术援助毫不吝啬。那北韩当然也对于俄国所需要的弹药也一点都不吝啬啊。所以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又拉到一个台阶，所以俄罗斯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是俄罗斯这个部分不是美国所能控制的，那美国能控制的就是美国能控制的就是韩国跟日本，但他希望中国大陆能帮忙。大陆就跟美国人提到了，习近平跟美国提得很清楚，就是说你一直用军事高压的手段解决不了问题，但是拜登还是习惯用军事高压手段。我个人认为演习效果不大。因为你演习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造成对方害怕、恐惧、妥协，然后甚至屈服，但是很明显的达到的效果是适得其反。每一次美国一次比一次更强的军演的时候，朝鲜的核武的发展的力道就更增强，它的这个载具就是它射程就越来越远，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但是这种恶性循环到目前为止无解，还是继续在走。我觉得印尼是很特别的。印尼这一次的后任总统因为当选的后任总统只是准备要上任了，可他上任还有很长的时间10月20号才上任比我们还晚了，还晚那这么长的时间，可是他第一站他自己都说，我第一站选择中国，代表我对中国的重视，也就是说，那接着才是日本。可是我们都知道，在过去日本对于印尼是很有影响力的。日印尼的关系，经济关系是很深的。是。那现在很明显的，中国大陆已经取代日本了。那并不表示说印尼就不再重视日本，而是地位上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第一地位了。在亚洲里面，那现在中国大陆是摆在第一地位，然后日本已经其次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整个新加坡的这次智库所显示出来的民调，也就是重要性，还有喜爱度。两个加起来的时候，你选择谁？那现在整个东盟的国家，他说我选择中国，而不是美国。其实这个对美国拜登政府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讯。这代表什么？1年内，拜登在亚洲尽失人心。我觉得这个对于拜登在炒作南海的议题适得其反，他没有达到他要的目的。请教一下彬哥怎么看？我觉得。虽然我们台湾很多人认为我们跟大陆根本就是一边一国，大家是敌对的，可是你知道吗？大陆的网站上面讲的是什么？你知道？讲的是台湾这个地震是今年我国发生最大的地震，他们是这样讲的。所以这就是双方认知的不一样，所以他们会把这个新闻大做关心也是很正常。更何况他们那边听厦门那边的朋友讲说，他们晃了好几十秒，快1分钟，其实很危险，甚至有在新疆都说有感。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夸张了，新疆会有感吗？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反正中国大陆关心台湾地震的人真的是非常多了。那当然也有冷嘲热讽这些人，当然也是有这种酸民，当然不可能会少，但是大部分人都还是在关心呐。那可是现在你说第一岛链这边要组成抗中同盟，那这个对中国大陆真的有威吓效果吗？刚赖老师已经讲了，你演习的越多的结果是反而让中朝之间的团结越来越坚定。那请问一下，这样的对你来讲，在战略上是有什么好处的吗？然后弄个 B52就来唬人 ，B52这种落伍的战斗机，就是落伍的轰炸机，它上面好，就算200公里的射程的核弹好了，就算它真的在了，请问一下 B52要怎么样在开战之后，在200公里之内不被击落？我都不知道它有什么能耐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它目标又大，速度又慢，他根本就逃不掉人家的攻击，除非他能够把大陆的有生的防空力量跟空军全部歼灭，不然他根本不可能会来。所以我觉得做这样的演习其实就是唬人用的而已。那至于美日之间现在又要研发新的教练机，其实大家没想过一件事情吗？日本真的科技能力弱到自己的教练机做不出来吗？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就跟当年研发 F2一样，日本当年本来要自己做的。结果呢？美国说你要自己做，我不能让你自己做，来，我跟你共同研发。然后呢，做了一个放大版的 F16，然后价钱变成当时全世界最贵的战斗机。可是美国不采用，就只有日本一个国家用。所以美国所谓的跟日本合作，其实在干嘛？你知道？
他其实在压制日本的军武发展，他要让日本的军武科技的每一点都被美国所掌握。所以你相不相信，他们共同研发 T4， 假设真的研发成功了，美国还是不采用，到最后还是你日本自己的，然后那个造价又贵得吓谁？因为里头一大堆的专利都需要美国授权给他，然后所以整个日本的军武发展就被美国牢牢控制在手上。那这就是美国人要的，所以日本内部会有这种反弹很正常啊。日本被美国压制了这么久了，难道现在都不能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吗？看起来在有限的将来是很难的。那印尼，我觉得印尼这个新的总统看起来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你看他还没有离上任还这么久的时间，他已经开始在布局他未来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人就很厉害啊，而且他是为了他国家的发展在着想的，然后赶快去做布局，赶快去做各种安排，然后他也没有一定要靠哪一边，也没有一定要得罪谁。我觉得说真的，当然我们在国际上处境不如印尼啊，可是我们的领导人为什么不能够多为国家的处境发展去想一想，少为自己的私利去想？好，其实呢，在现在这个当下，我们都必须讲了，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啊，大家都在看着美中两边的这个较劲较量。但你要怎么样来看待他们两个人到底哪一个强哪一个弱？昨天这通电话大家就讲了，基本上啊没有什么强弱的问题，因为可能没有交集啦。但你还看到是4月2号的时候，白宫发布的一个讯息，说拜登呢跟习近平再度通话，时间呢是有105分钟，中方这边也说是应拜登的邀请来通话。那白宫的这个战略协调官科比就直接讲了，说要有效的处理双边关系，那领导阶层定期的沟通是无可取代的，所以呢，他们都同意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会再拿起电话。基本上啦，媒体的评断都是就是现在两边关系紧张，所以必须要好好的来沟通。但你看看，拜登直接跟习近平讲，我们要选举咯，今年我要选哦，不要干涉哦，强调台海的和平稳定重要性。另一个部分呢，则是讲了说Wall Street Journal 报道，就中国支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发出警告，这很明确的两边立场也不一样。另一个部分呢，则是谈到了 TikTok 的所有权威胁国安，习近平则是反呛说你打压我们的科技，他不会坐视不管。双方你来我往，好像难有一个交集。但是接下来的一个重点就来了，因为呢，这个是直接人到中国了。美国的财长耶伦今年现在他就启程前往中国的路途上。而这通电话呢，在耶伦之前，耶伦这一次来到中国要做什么？他要见几个重要的人物，包括了何一峰，包括了刘鹤，还有潘功胜。基本上他业务所及的通通都见到了。那美国财长也特别讲啦，要传达就是企业界的声音。先前在上个礼拜，耶伦呢，他的特别在智库演讲的时候就提到了产能过剩这几个关键字，讲的是什么？讲的其实是中国的电动车、能源车。他说在出访的时候会要求中方设法来解决。可是为什么会提这个啊？原因是因为你来看看美国的车市最近状况确实有一些。来看到的是第一季啦，特斯拉呢现在就发现说他们的销量是史上最大跌幅，也因为这样，所以呢它整个股价是应声重挫 4.9%。那目前呢这个跌幅扩大到 33%， 就今年而已哦。现在已经跌幅排标普500里面的第2高了。那今年的增长速度恐怕呢还会明显的下降。对比的是前几天才刚刚发售的苏7，好，现在说呢拿到了大单超过10万笔。雷军真的很会做新闻啦很会这个给话题。他说呢他要亲手为首批的车主来开车门。其实不只是苏7，小米刚刚推出了。另一个比较稳当的是比亚迪，比亚迪第1季的销量呢，现在是已经超越特斯拉之后，还说前2个月因为过年的关系，大家看到他们销量好像不是太好，所以在3月的时候呢，他们有马上再提升。过后，他不是只要做电，他还要来做油电混合，希望呢总销量不止打败特斯拉，他还要打败油车，这是他们一个长远的目标。因为这样，所以你也看到他们的研发经费，目前看到的是说呢，比特斯拉多了有111.8亿人民币。甚至王传福讲了，说未来还要继续投入1000亿人民币，在做研发智慧化领域的这个部分。要请教亮哥了，原因是因为美中双方在较劲，
科技上面当然讲的就是实力，另一个则是政治层面。您怎么样来看拜登还有习近平昨天的这个通话？就是完全鸡同鸭讲，各自坚持己见啊。那个4不151又再度被搬上台面，我不知道拜登有没有讲这话啦，反正大陆的声明有把它写出来，那美国并没有否认啊。可是再次白宫方面没有这一段，两边的声明稿又不一样。对，这已经很多次了啦。讲白了就是拜登讲的话就从来没有落实过嘛，不然为什么白宫不抗议呢？这已经很多次了从巴厘岛到旧金山到这一次，那中国大陆每次都写4不151，说拜登这样说，那从未落实过，那美国也不否认，那可是白宫的声明就是没有，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我觉得那个是不是拜登你每次讲话，然后就讲，然后事实上都没有在做啊。如果你是从巴厘岛一路到现在都是如此啊，那人家怎么会对你有任何信任？你去想一想嘛，所以我讲白了啦，还有包括叶伦，叶伦这个也是捞过界啊。电动车即使有补贴是你管的吗？你是财政部长你要管的恐怕是你的美债卖不出去吧，或者是去关心中国大陆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吧。结果他去捞过界，去管电动车有没有补贴啊？这个恐怕应该是 Raimondo 该管的吧？这很奇怪啦。我坦白讲，我越来越觉得美国那些财经的那些个主要的官员现在给我感觉只有 Raimondo 是做真的，其他都是做虚的。就是叶伦，我的认知就是他是来打听情报的啦。那凭他在学界。还有跟中国大陆官员或者在中国政界、学界的声望，那人家愿意跟他见个面嘛，那就彼此交换观点，那也顺便让老奶奶收集一点中国情报事实上每次回去都没有任何结果，没有任何结果事实上美国现在有2个官员感觉在中国上完全都使不上力啊，还有另外一个叫戴奇了感觉是有 Raimondo 是在玩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而且这次还去5天呢说他不只要见中国官员，还要见中国企业，还要见中国的人民对好好旅游吧我对他没有任何期待啦，我也不认为中国大陆会在电动车任何示弱你要调查就大家都来调查嘛，你美国补贴是写在法律里面的你这个晶片与科学法案补贴多少钱然后你去怪别人补贴，你自己补贴了多少钱光是那个法案就2800亿美元，光是半导体就520亿美元，真是无耻的国家啦！双标到这种程度，你自己推过了法而且 Raimondo 还说他要推晶片与科学法案的2.0版，还要继续补贴然后现在去怪别人补贴，输了人家就抹黑别人，就这种货色嘛，讲白了就是这样嘛，那至于小米，我是觉得还要再观察，因为这个有点造势行销啦，它是赔钱在卖，可是也就只有第1个月，它卖到21万多，事实上卖一辆就亏3万人民币。所以这个不是长期的策略我们看不能只看销量啦，我们还要看它的财报啦，你到底有没有赚钱还有你可以继续这样做这种流血销售吗？所以我们要观察可能是5月、6月之后，那小米的比较长期的发展策略是什么？那季报出来，我们来看你到底赚了多少钱嘛？这样会比较准确啦。而且它这个车价定的是跑车的级别。我们一般看一个汽车集团有没有前途还是要看你能不能做出平价车啦。所以比亚迪还是比较是大陆的主要的重点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回来继续来说。
好，我们刚刚讲说哈，拜习在昨天晚上通电话之后，现在呢，这个叶伦已经先启程了，甚至还传出有可能布林肯是下一个，而原因是因为习近平也欢迎他们通通来访。来请教一下赖老师。我觉得这次的通电话啊，因为本来就是不求结果，但是有2个效果，我觉得还不错的哦。第一个效果呢，就是习近平又再度的向全世界强调了一件事情，因为他跟拜登的通电话里面有谈到第3点，就是要以信为本，信用的信哦，也就是说做一个人要讲求信用，承诺的就要用行动做到。那么再度的再强调一遍，这句话你把它潜台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你这个人啊，大国的领袖啊，说一套做一套啊，言而无信啊，没有人信任你啊，你真的是一个糟老头子啊，讲话没有什么用啊。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其实是损得够深的啊。我想，如果说今天假设是我们一天到晚接到，我要跟你通电话，结果讲到最后就是说，做人啊还是要讲信用，不讲信用就不像一个人。但是这句话我们不用讲，就是要以信为本。你想想看，这3年多以来，其实已经一直不停的在告诉全世界，这一个人没有信用。我觉得这个对于拜登来讲，真的是一种间接的一种很伤的事情。因为拜登事实上在全世界确实是没有人再相信他了因为这个人讲话，他的政府真的是言而无信。我觉得这个政府已经失去亚洲人的信任，也失去全世界人的信任。其实连台湾60%以上人都不信任美国了，以前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现在60%以上人都不相信美国的承诺，坚若磐石。信任民进党就是后面的那3成嘛所以除了民进党以外，其他人都不信任了。好。但是我觉得第2个效果是什么？确认了叶伦跟布林肯可以来，这是拜登最终就是说我的部长可不可以去？可以啊，欢迎啊，来吧我想那来了会不会有结果？不会的那当然，刚刚郑亮说叶伦去探听情报，其实对大陆来讲也在探听情报。为什么？因为你关心的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的情报是什么，你表达的想法，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我觉得双方都在收集探听情报。当时特斯拉的马斯克应该有点懊恼。当初实在是不应该这么瞧不起比亚迪，现在他真的是追不上比亚迪了。我想以后也真的不容易追上比亚迪了。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等广告回来，我们要请彬哥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请彬哥帮我们总结。你们这边标题下每个话题都快吵起来，真的有助于缓和美中关系吗？其实我认为是有帮助。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每个话题彼此都针锋相对，实际上就是大家彼此针锋相对之后，居然还愿意继续谈下去，表示双方的情绪都缓和了。在我看来是这样，也就是至少把这一阵子大家对对方累积的一些疑问，对对方做了一个表达。那双方都愿意表达，表示双方都不想在这个时候直接冲突，所以也就借由这种交谈的过程当中，大概了解一下对方的态度，所以其实是有助于缓和双方彼此之间的冲突的。那现在比较糟糕的一点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拜登是故意不履行他对习近平的承诺，但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根据拜登最近这1-2年的健康状况来讲，他会不会根本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我担心的是这一点，也就是他每次承诺了习近平某一东西，可他真的可能讲完就忘记了，他也不觉得那个有什么重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就会很麻烦，恐怕这个就是一直无法沟通的一个关键了。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拜登个人的意愿怎么样，美中的对抗是持续，这是不用讲。可是我个人认为，叶伦去中国大陆去做这样的拜访，比如说要求中国大陆不要把这些什么廉价的生产过剩的商品销到国外去。我觉得这个大概基本上都是徒劳无功的，在我看来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就是你说对方是生产过剩，然后还用很便宜的价钱卖出来。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老师，大家平安，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在今天台湾发生了这921以来20多年来最强的一个地震。人在对岸的马英九呢，第一时间他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也说希望大家平安。好，他今天呢是来到黄花岗这边来祭灵啊。同时呢，在台湾地震这么一个消息，其实呢，今天在对岸的网络上面也登上了热搜。那国台办这边是高度的关切，也说愿意来提供救灾等等相关的协助，但是却也出现了这样的留言。网络上呢就有人讲了，说这个时候发生地震，是不是中共搞的事情？时机很微妙，大家开始在问，真的有人在这个时候还在扯这些政治吗？人命关天啊，在台湾这边可是有造成100人的死伤，会有人在讲这样，还是这一切是在反串的吗？好，问号。因为呢，在其实现在这个当下正是520之前，那这个时间点，两岸之间氛围是紧张的。马英九这个时候去对岸访问，那大家也看到了他的一些表现。今天呢，他来到了黄花岗72烈士的墓园的时候，念文念到流泪，看看这个画面。吾自玉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而遍地心善，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杂能够。当亦乐牺牲无生与儒生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我每次读到这一段，常常泪流满面，真正为这些革命烈士牺牲奉献的精神感动不已。他有特别强调这些革命烈士是创立民国啊，可是问题是呢，大家看到什么？是期盼两岸的中国人能够记得先圣先贤的牺牲还有奉献。好，就这几个字，两岸中国人。林楚英就直接问啦，怎么现在还在讲统一大梦啊？台湾是发生强震了，你还在讲这些话？你知不知道啊？你还是前台湾总统呢。这一次呢，基本上在对岸的行程，大家都放大眼睛来看马英九这一次他到底讲了什么，所以就看到有媒体就报道了。上次去不是说什么中华民国啊、总统宪法都讲吗？这次去怎么中华民国就不敢再说了呢？那大家也在问啊，说没有提及创建民国啊这些东西，他们觉得这一次没有提，是不是马英九这一次缩了，没有敢再往前冲了？有很多的讲法是说呢，这个马英九跟习近平有可能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会见面，这个叫做另类的提前相聚。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去参观港珠澳大桥的时候，刚刚好啦，这个墙上正在播习近平的一个宣传片，造成了马习同框。好，可问题是，昨天习近平他真的有同框，甚至呢一起讲电话的是美国总统拜登。这一次呢，他们拜习通话又特别重申到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这么一段谈话。好，这个习近平方面的讲法是说，对于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在纵容支持，中国不会听之任之，盼美方把总统不支持台独的积极表现落实到行动上。那当然呢，这个拜登讲的还是过往的那一些话语。他其实呢也提到他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呢他说不寻求任何的发生冲突，或者是台海之间必须维持和平稳定。当然两方讲话在520之前这个时间点上确实敏感，也确实很有意涵。好，可是即便这样，好像啦还是有共机穿越了我们中线。那国务军这边呢是严密的警戒，另一个部分则是美国现在也没停下来。4月呢即将要迎来的是日本跟菲律宾的领导人，他们会在这个4国的海上演习上头会先碰头，地点就在菲律宾的巴拉望岛附近。那其实距离我们也不是太远，大家开始在问了，这中美之间的较量，台湾卡在中间，520之前就怕有任何变数。而这个时候的马英九在对岸访问，请教亮哥，因为今天发生强震，他在对岸访问，基本上啦，大家对于他讲了什么话会放大解释。不，因为他现在没有党职，也没有公职了。那台湾有地震，你说他有责任发言吗？他大概只能够就一个老百姓的角度讲话吧。比如说你更应该去问的是卢秀燕这个时候出国，那民进党确实有人在问啊。
那卢秀燕她就交代啊，因为台中的灾情相当轻微，是，那他已经授权副市长处理，那这个就是他该回答嘛，马英九对灾情回答会有点怪啦，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啦。马英九这次跟去年那个访问是很不一样的，是因为这一次是国台办邀约，而且他事先大概就知道会见到习近平。你4月1号去，4月8号要见习近平，所以他就是凡事低调啦，不希望产生任何变数啊。那去年完全不一样，去年就有点是他个人挥洒，他也没去北京哦，你不要忘记了啊。所以他就有好几次都讲中华民国嘛，对不对啊？那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意思啦。今年这个比较像是，所以有人说今年像王丹他就讲说今年比较像是9·2共识之旅啊，就是对马英九来讲，他就是要讲这个两岸可不可以在什么样的定位下和缓氛围啦啊，大概是这个味道啊。那去年不太一样，去年我觉得马英九是要这个就是要反制绿营啦。老实说，国民党不敢在大陆讲中华民国，所以他就要把他这个讲出来啊。那今年当然大家关心的是，坦白说了，就是赖清德当选了嘛。那520危机重重嘛。那中国大陆的军力也今非昔比啊。那罗森伯格1月13号到现在已经来第3次，对，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氛围嘛。这个唯一的解释就是美国一直抓不定赖清德嘛，不然怎么可能这样呢？AIT 理事主席不常来台湾呢，那1月13号到现在来了第3次，这个太奇怪了啊！就是比如说，金门的这个实弹射击本来是要举行的，4月2号早上5点嘛，是哦，那结果突然之间没有说暂缓啊，那一天4点10分。中国时报发了一个大独家，说听说不弄了，那这个经防部只好承认啊，要证实确实如此，那怎么会这样呢？你总要给大家一个解释吧？你说是多误啊？我跟你讲啊，那个厉正杰将军他当过小金门的指挥官，他看了我们画的那个点啊，事实上都非常近，射击点都非常近，多误会影响你的射击练习吗？而且有一些不一定是面对厦门啊，那个后语是面对厦门的比较敏感，其他复兴语不一定啊。为什么你要停止？这个人家当然会理解为就是美国来说，不要吧。而且你要知道，罗森伯格来隔了2天，拜登就打电话给习近平我坦白说，就是拜登在这个时候根本就不希望他跟习近平的通话都在谈台湾问题了，他不要这样嘛，他希望谈美中问题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觉得现在的国安团队有点怪吗？你怎么会不知道拜登即将打电话给习近平？你怎么不知道拜登这个时候不希望台海出现第3个战场？你不知道，怎么可能呢？所以我觉得赖清德真的有点无奈因为我那天就看到赖清德也跟 AIT 理事主席还有这个孙小雅也坐在一起谈嘛那你看他那个表情其实赖清德是一个不太会说谎的人就是他会写在脸上，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他提前去做军方的拜访，对，事实上以前这种军方的拜访都是4月中左右才开始。他提前10几天就开始了他心里有焦虑嘛，他觉得他要赶快进入状况，他知道台海有一些危机要处理，然后他急着想要了解军情的状况可是蔡英文有这样想吗？你蔡英文的国安团队有这样想吗？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问题啊。那你说这个，坦白说了，我简单讲一句啦，做个结论啦，我认为马英九访问大陆，坦白讲，赖清德如果会运用，他事实上是在帮你的忙所以赖清德应该要接好球啦，不要像有一些民进党这样傻乎乎的，就只会骂人家这个看你要怎么，就是存乎你能不能把这个政治做好了不然以目前这种凶险的程度他是很难做的啦所以目前也传出国安团队整个留任
顾立雄也留任，邱泰山也留任，搞不好连邱国正都留任啊，所以才会爆出邱国正儿子的事啊。就有人要斗他嘛，知道你会留任才斗你啊。所以内部动荡成这样，你还要怎样呢？对不对？就是如果说呢，真的是希望台湾好的话，是不是当国民党马英九这边有人去帮忙你做一个比较和善递出橄榄枝的时候，可以拿来当成自己520就任之前的一个政治筹码？或者是你要怎么样来运用？来请教一下彬哥。我觉得马英九去，他也有讲他关心台湾的地震的问题啊，人家也讲啊，那不然你还希望他干嘛呢？那至于说网络上什么去搞这种什么阴谋论，这是中共搞的。如果中共连台湾地震他都搞得出来的话，那我们现在赶快投降算了，因为这个科技大概是所有人类都不是他的对手，因为他要打美国就是在美国弄个地震，要打欧洲就在欧洲弄个地震还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胡说八道嘛。那是不是反串这个很难讲。那我就觉得网络上这种闲人很多，也不用太去在意他讲什么。那导致马英九读到与妻节约书会感动成这样，我是有点 shock 啊，因为这个。我们从小读到大，当然你说人多少都会有感触，可是第一个他在这个地方读，我觉得，然后又这么有深刻的想法，可见他真的是沉浸在那一个时光里头。所以马英九是一个很有自己的想法、很有使命感的人，从这边可见一斑啊。那只是他的使命感是不是真的能够促成两岸之间的发展，或是只是他个人的一个想法而已？那就看他能够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导致我觉得林楚英很好笑，他说台湾发生强震，你还在讲中国统一，那我就要讲啊，台湾发生强震，你还在骂马英九，你怎么那么闲？那他是不是很久没用爱奇艺跟抖音了？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你是立法委员那请问一下，你关心救灾了没？你尽到你自己的职责没？马英九是没有现在身上没有任何职务那我就不知道你去批评他干嘛，我也不懂。那至于说马英九敢不敢去讲中华民国，人家上次已经讲过了，显然他没有不敢的问题。那只是他这一次可能他把自己的定位不同，他的想法不同，所以他采取的策略比较不一样。因为你要说他不敢，他上次已经敢给你看过，而且他讲完之后还敢再去，对不对？所以显然他根本没有在怕这件事情嘛。所以我觉得你们自己不敢，就不要去讲别人不敢，不然的话，你们这些批评马英九的人，你去大陆喊个台湾国给我看看，对不对？去试试看，不然台湾国我知道你绝对不敢干，你喊个中华民国就好。你们敢去喊吗？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很好笑的啦。那所以当然现在台海的局势说真的非常紧张，只要一个处理不好，都可能擦枪走火。那拜登当然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他不断的派人前来给赖清德施压。那我觉得赖清德也确实感受到这样的压力，只是赖清德有一点很危险的地方，就是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接受了某些东西，可是实际上恐怕他并不是完全接受。显然，至少美国方面对他不是这么放心，不然的话不会一而再再而三，选前选后不断的一直派人来，一直不断的在确认。所以我在想，赖清德可能到现在为止还在坚持某一些东西，或者是美方已经看出来他某一些东西是显然并不打算照着美方这样去走，而且不照这样走的话，可能会对两岸之间带来立即的危险性，让美国陷入更大的困境当中。因为美国现在绝对不愿意再开第三个战场出来，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赖清德未来的态度恐怕，如果他没有稍微比较缓和的话，美方可能动作会更大，恐怕下次来就不是罗森伯格了。请教一下赖老师哦，原因是因为在昨天这一场拜习的通话当中，当然大家都知道他们有讲了台海和平等等的问题，那这就是在520之前嘛。可是除此之外，这两边其实也是一种较劲，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日美澳菲也即将就要举行第一次的4国海上演习，然后呢，日本跟菲律宾也要去美国这一边来，那感受就是又是针对中国。去年他们就办了2次的演习啊，去年也是在相当差不多这个海域，也是4个国家举行联演。那当时用海上救难啊，那么用海上补给的方式来演练。这次演练的就是反潜了啊。那当然大家比较会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在这段时间刚刚缓和修补了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那又来参加这一次的联演啊。那澳大利亚会扮演的角色，所以大家会比较关注，就是说这次澳大利亚是跟班的，还是他是很积极的打前锋？去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扮演跟班的，也就是说不得不嘛，因为美国要求我一定要来，那我不得不来，那我就跟班的来。那如果这次他也是跟班的来，低调的，那就代表什么呢？澳大利亚在这个部分里面，它还是要维持跟中方的一个关系，它比较低调进行。第二个呢，因为演习地点是在巴拉望岛，巴拉望岛就离台湾就相当的一段距离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于菲律宾的中部以南那个地方，那它是要靠菲律宾的这个地区里面来举行联合演习。那一般来讲，当他们4国要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中国大陆也会同时在南部战区举行实弹的演练。那我们看到，在过去的案例中像去年案例的时候，当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举行实弹演练的时候，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基本上就离开了，就不来参加军演，所以规模就会变得很小。我们估计也有可能今年规模也会变得很小。虽然拜登有跟习近平谈到有关于南海的问题，那习近平马上就给他对回去了就是意思也就是很明白，这个南海的问题，菲律宾是侵权的这一方，你应该要严正的告诉菲律宾，说他侵犯了中国的权利，因为这个岛礁都是中国的，那菲律宾目前来讲是非法占领中国的岛礁，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回去了。他们2个人的通电话其实很明白，只是保持联系的通电话，没有结果。那也就是说，对美国人来讲的话，总怕说不通电话嘛，那其实他们没有打算要寻找到结果，那彼此之间把立场讲得很清楚。不过我倒认为林楚英可能还是很认同马英九还是在当总统，所以他内心里面一直觉得马英九仍然是他的总统。得要出来说话，所以他说：“你总统，你应该要出来讲话嘛。你看他到今天为止都不认同蔡英文是他的总统，因为他没有要求蔡英文你给我出来讲话，他却要求马英九你要给我出来讲话。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我的总统，你怎么可以不讲话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林楚英爱马英九爱成这个样子，这也是让我有点惊讶的确实是有点惊讶。不过3立谈到了有关于中华民国的问题这点。麻烦3立要弄清楚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国父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民国以后两岸，大陆也好，台湾也好，都把中华民国简称中国那么我们后来政府来到台湾，我们也简称我们自己叫中国，所以当时我们都是中国人。那在这一点部分里面，我们也希望3立认清楚这一点，我们都是中国人。好，我们没有针对特定媒体啦，但是呢，在我们刚刚引用的这些报道，也是希望能够来跟大家理解因为我们在评论的时候呢，还是必须要有一些凭据的。